那今天我们来做微电流 EMS 吧，顺便讲解一下媒介部分。这款美容仪它是微电流功能，可以用芦荟凝胶去取代它的媒介部分。虽然它官方网站是有其他的媒介，3款我都有稍微讲解一下，因为有些人不知道怎么选。它有一个最基本款的银色这款呢，它的成分其实很普通很简单，成分里是没有添加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 的，也是很温和，适合敏感肌，但是它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保湿成分啊，或者是抗老成分，纯粹于不会让你皮肤干，有一个媒介导电而已。它这3款质地都是一样的，挤出来是有明显的流动性，很像精华液，但是抹开你会感觉它肤感是有点油油的，像甘油的肤感。另外银色这款呢，就是适合敏感肌啊，其实它是适合大部分皮肤的，所有皮肤都适合。成分里是多了一些舒缓的植物提取物，这瓶总成分有28种，有黄花萃取物、茶树萃取物、芦荟叶粉、乳香萃取物、茶树叶萃取物、玻尿酸、4胜肽 -14。这款凝胶会有一种小黄瓜的味道，就很天然的那种小黄瓜，不是香精味，一样都是有流动性的。看到它的质地也是跟全方位那一款差不多的，颜色稍微会浊一点啊。这款全方位的凝胶是完全透明的，一样都是流动性，抹开的质地几乎是一样的，差不多，它不会干掉哦。它的媒介做得很厉害啊，不会轻易干掉，所以基本上你做半个小时、15分钟，用一次的量就够了。看似价格比较高，但是它蛮省的。金色这款呢是抗老型的成分，里面有多肽的成分，有一些表皮生长因子，还有一些氨基酸的成分、咖啡因、大豆提取物、芦荟叶粉，还有一些植物的发酵物。另外呢，它是有添加茉莉花精油的，它闻起来是有一点茉莉花的香气啊，味道是蛮好闻的，很天然很淡，我个人是蛮喜欢的。看一下金色款的凝胶，它会带一点点黄调的，一样都是有流动性，质地一模一样，抹开之后会油油的感觉，它不会干掉啊。这款金色凝胶啊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和 PEG， 只有添加茉莉花一种的精油。其实3款都适合敏感肌使用。金色这款呢，它上到皮肤上过一段时间会有一点点微微的清凉感啊，是很舒服的。但是我觉得它会更适合夏天热天的时候用，它也不是很冰凉的感觉，是有微弱的清凉感，也不会刺激啊。我觉得个人使用感受最好是银管，它是很舒服的，什么时候用它都是很适合的。这款全方位的没有限制，任何皮肤都适合使用。这3款呢都是适合敏感肌使用的，银管跟全方位都是没有添加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。以上就给你们参考。但是今天呢，我是代表油性肌肤，今天我会用到芦荟凝胶。其实呢，你不一定要买它的凝胶，可以用家里的芦荟凝胶，成分有把关过就好了。我手上这款是 Aromedica 的芦荟凝胶，很久之前有分享过的，只有淡淡的青草香，它是没有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添加的。先把它涂抹开，这个很便宜，这么大瓶可以用很久啊，所以大家尽管放心用。你也可以把它当成面霜去使用啊，被皮肤吸收之后它是很干爽的。这款芦荟凝胶我特别喜欢，已经回购好几次了。我就大概用这么多的量，我觉得芦荟凝胶就特别适合油性肌肤了。皮肤比较油的朋友们，我觉得用它的凝胶会有一点闷皮肤的感觉。虽然它停留在皮肤上不会很久，大概10到15分钟，基本上你就会把它冲洗掉了，就用完了。我自己用完它的凝胶会先冲洗掉，或者是用化妆棉沾化妆水把它擦掉之后再敷面膜，因为它的凝胶感觉不会被皮肤吸收那种，比较容易闷皮肤。偏油的皮肤、油性肌肤，我会更推荐用芦荟凝胶去当做媒介。我刚查了这款芦荟凝胶的成分呢，全成分只有9种而已，主要成分添加芦荟叶提取物，排到成分列表的第1个。另外有添加迷迭香叶水，还有一些植物的提取物，成分里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的。这个成分真的相当好啊，这个价格也很便宜啊。因为我用它比较随性一点，你可以用它的模式，手机可以下载它的 App， 根据你的需求去连线使用。
我每次用这个美容仪都要用大概10到15分钟左右，所以呢，我这边连续使用2次，一边脸使用到它停机，另外一边脸也是使用到它停机，最后再按一次，就用脖子加其他局部的地方加强。我这样芦荟凝胶的量15分钟左右就差不多吸收完了。但是用他们的凝胶，他们是不会干掉的，用一次就可以用很久了。只要你觉得凝胶有点不够，就要马上补了。今天我用的是 Beplein 的积雪草面膜，这款是新版的积雪草面膜，旧版跟新款成分有一点改动哦。不买的话也不知道，因为包装几乎一样，他们官方也没有说明。以前的积雪草面膜它是有14种成分，主要成分是添加83种的积雪草萃取物。现在更新版的积雪草面膜，它只剩下4.19% 的积雪草提取物，少了很多，其他的成分都一样，没有什么改变，一样都是14种。新版跟旧版的积雪草面膜都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。敷起来感觉像吗？其实很难察觉到差异感啊，可能很多人察觉不到，但我自己印象中觉得它旧版的积雪草面膜确实舒缓效果，敷完的效果又比较好。这个积雪草面膜我最近也有用过它，整体的舒缓效果是 OK， 是有的。成分也适合敏感肌，只是没有以前这么的高 CP 值，不过它价格也变得比较便宜。它的面膜质跟以前一样啊，都有一点点果冻型的。我觉得它的面膜质跟 Maxon 的比菲的面膜很相近，都是舒服的材质。我所有面膜都会敷完之后冲洗掉啊。特别油性肌肤敷完面膜一定要把它冲洗干净再上保养品了，比较不容易阻塞毛孔。跟上次一样，也是用这个蚕式紧膜纸，然后把剩下的精华放进去。这款精华还蛮多的，它的精华流动性比较强，有点像精华水的质地。跟上次一样，用这款大米的精华液，因为这款我用不完，我开封的时候已经快过期了，来不及使用。而且这种质地比较滋润啊，我也没办法经常把它用在脸上，所以拿来当成颈部保养也不错。这个精华也蛮适合敏感肌的，偏干的敏感肌特别适合。用完之后够湿了，所以不用加精华。等一下见，差不多了，我先把它卸掉。非常舒服。接下来呢，我是要上化妆水，消炎镇定的清爽版的化妆水。这个我是年度爱有分享过 ，Numbers 的1号化妆水，它的主要成分都是一些消炎镇定、舒缓的植物提取物，达到93% 的添加量。那平常我用化妆水就不会用化妆棉，减少皮肤的摩擦。那这个化妆水呢，它也是没有任何香味，没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 添加。现在化妆水吸收完了，我觉得皮肤已经有明显的保湿感，有一个水膜的感觉了。但是我现在皮肤超清爽的，因为我这边特别容易长痘，所以我会偶尔用2% 的 BHA 的精华去局部使用它。如果你全脸都特别容易长痘，可以全脸用。你感觉到角质层比较薄了，就要停止使用，不要继续用其他的修复型的精华。这款是 BR Lab 的2% 水杨酸的精华，它是没有添加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 的，没有任何的香味，精华质地也非常的舒适，有流动性，非常的清爽啊，干涂抹开会有保湿感，非常的舒适。看，只要你有一些封闭性的粉刺啊，或者是痘痘，都可以用在上面。黑头粉刺真的有减少明显的。
但是孕妇是不能用水杨酸的，还有视黄醇的成分也不能用。敏感肌的油性肌肤也可以尝试比较低浓度的视黄醇，你可以少量的先尝试一下，你到底对这个成分的耐受度还有适不适合啊？因为每个人肤质不一样，没有绝对的。我自己是从低剂量用到现在1.5% 的高剂量，2-3年的时间去建立了这个耐受度。一开始我是觉得0.1% 都非常高，非常有感，已经有脱皮的情况了。现在我用0.1% 的视黄醇就非常的微弱，不太会有脱皮的情况，要用比较长的时间，而且用量也要比之前多才会脱皮。我是没有用视黄醇的产品哦，完全没有用，角质层生真的超级快，很容易长痘，所以这段时间我也开始使用一些酸类的产品，试试看用温和一点的方式去代谢我的角质，尝试能不能不用视黄醇的产品也可以达到稳定肌肤的效果。目前我觉得可以，这种用酸的方式很温和，也有帮我解决这边的角质层的问题。但是我去角质了，就要比之前勤，我一周可能至少用2次的去角质霜。最近也会配合这个精华 BHA 局部使用，用一下停一下这样子，对我来说这样的效果还蛮不错的。我不用视黄醇的原因是因为最近我在测试评测美容仪，如果在我用完视黄醇之后使用会比较刺激，但是我又必须要评测，所以这2个多月我都没有用视黄醇的产品去维持我现在的干净的状况。不用视黄醇的产品情况下，我觉得现在状况已经很不错了。白天的时候可以用烟酰胺浓度比较高的精华，可以帮助控油。晚上建议用修复温和一点的产品。以前的话我会推 Medicube 的茶树积雪草精华，但是停产了嘛，所以我今天呢会用这个 Medicube 的，因为我手上没有更清爽的舒缓型精华，我会推荐 Pernell 的积雪草精华，那款会比这款更清爽一些。但是 Medicube 这款的积雪草精华我觉得它舒缓效果也非常好哦，这款我会持续回购的。另外这款 SNH 也很适合偏油肌肤使用，晚上白天用都可以。那晚上你要舒缓一点的抗老的成分，这个就很适合，因为它质地非常的清爽，可以用这款。今天我想要用新的产品啊，这个顺便给你们看一下，它的成分跟 Medicube 的茶树积雪草精华有80-90% 相似度哦。那它的主要成分是60% 的积雪草的提取物，另外也有添加一些茶树的提取物，以及多种积雪草的配方，还有一些植物的发酵物。成分是没有添加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， 没有任何的香味。它的滋润度会比较高一点，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到完全不吸收，太滋润。油性肌肤可以用3滴这样子把它延展开，然后剩下的精华可以用你 T 字部位比较油的地方，这样子你就不会觉得太滋润了。我用这个精华是蛮舒服的，适合我。偏油肌肤可能会稍微滋润一点点啊，冬天的时候用是 OK 的，有一点点光泽度，就是这种保湿感了。这个就不太能够叠加太多东西啊，会太保湿。它的舒缓效果非常好，这个很赞耶，很推荐。用完之后也蛮舒服的。眼霜部分用的东西都是一样，但是我在镜头上就不拍给你们看了。Fashion 这个品牌，它的成分是适合敏感肌的，它的质地也有一点偏凝胶状，看起来是蛮舒服的质地。这款我觉得用完之后会再清爽一些，肤感再好一点。我用给你们看，这款面霜啊，主要成分添加了 B5、烟酰胺、多种的植物提取物、甘草酸2+、尿囊素等等的保养成分，它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， 没有任何的香味。我用完这一款面霜，马上变得比较清爽，没有那么黏耶。我觉得这个面霜绝对是适合偏油肌肤使用。好，那么今天内容就到这里结束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，请记得帮我按赞，还有别忘记分享、订阅、按响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